票，那它本身是做汽车制造销售，然后接下去呢，它现在已经在规划了电动车的布局。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接续我们的电动车的专题，今天要介绍的个股是裕隆。我们先看一下产业的分析。接续我们上个礼拜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全球的环保意识抬头，那各国政府呢都在大力的推动能源车，那油电车这个地方的禁售的时程越来越接近，各国的车厂都不断的在扩增那个电动车的产能。依据研调机构的预估呢，在2025年的时候，整个电动车的市场渗透率呢将会超过30%，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要今天特别来介绍裕隆这支股票。那它本身是做汽车制造销售，然后接下去呢，它现在已经在规划了电动车的布局。那在开始讲裕隆之前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878投资传承是一个专门为您所设计的一个深度分析、基本面以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所以请你支持我们，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 OK， 我们今天进入正题，然后讲到裕隆的营运分析的部分。我想裕隆这家老公司大家都不太陌生，它的前身呢就是做一个汽车的制造，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是属于燃油车的部分，那现在的发展趋势呢是往纯电动车这个地方发展，所以它也往这个地方逐步做一个布局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在传统的燃油车这个地方呢，它有非常多的零件，这个地方到了电动车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要做一个替换的动作，也就是说有些的零组件这个地方会消失掉，但是有些新出来的，比如说像电动，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比如说纯电动车的电池组这个地方呢，然后还有像电动马达这些呢，它就会新加进来。 OK， 那接下去我们继续看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台湾近年来的汽车的销售量表。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台湾的总量来讲呢，看起来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平稳的部分。可是我们看一下裕隆以及它旗下的纳智捷这个地方呢，它的销售量这个地方怎么样？是往下降的。所以说呢，合计它整个市场占有率都是往下降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这近年来的车市是一个平稳的，但是这10年来裕隆跟纳智捷本身表现不好，那整个市占率呢这个地方节节下降。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10年之间呢进口车的大举入侵，然后丰田这个地方呢还是维持一样的占有率，所以说是像裕隆国产车这些是相对的受害者。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就要来了一个绝地大反攻。怎么样绝地大反攻呢？投资人都已经在报章媒体看到了，就是说裕隆呢跟鸿海这个地方呢合资了一家叫做鸿华先进公司。那这个地方呢，裕隆持股是 49%， 然后由鸿海这个地方呢设立一个电动车的平台，那邀请国内的厂商加入，然后把电动车从开发设计到生产这个步骤呢做一个平台。这个地方呢第一款推出来的就是Model C， 也就是由裕隆旗下纳智捷做一个制造的动作，在2022年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始先做一个预销的动作。那预估呢裕隆汽车在2023年这个第4季这个量产，消费者最快的话在2024年第1季可以拿到车。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的定价相对比较便宜，大概在100到130万元，那跟目前台湾市面上电动车的比较的价钱比较起来呢，那这个地方相对具有竞争力。那什么先不要讲，就是说未来会带给裕隆多少收益。初步来讲的话，因为裕隆这几年不景气，所以获利表现本业不佳。可是因为 N7 已经让裕隆工厂的所谓的稼动率，也就是说设备利用率这个地方已经倍翻了，它本业就会有明显上的成长。另外就是说，它跟鸿海所成立的鸿华这个公司呢，已经申请所谓的创新版这个地方做挂牌。那挂牌以后呢，如果说股价如市场上的预期能够在100元之上的话，那以裕隆持有鸿华的那个市值来推估的话，就有760亿。这也就是裕隆最近1年来
来讲的话，股价相对比较强势的原因之一。讲完电动车的布局之外，它除了制造部分，它还有透过它转投资的部分，间接持有那个 YES 来电、裕电、车电这个地方。那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自有品牌的算是一个充电站的那个整个设置，除了可以帮客户做充电桩的设备销售，而且可以帮你做一个装置的规划，还有就是说你整个充电站的营运的管理服务，还有说你充电站之后的一些比如说维修啊、售后服务这个地方啊，整体是一条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等于说在制造还有充电站营运这个地方都有做跨入的动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裕隆的复杂的那个转投资事业。那裕隆呢，早期比较大的贡献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裕日车的部分。那在2022年之前呢，它都可以贡献裕隆获利大概30亿左右。但是呢，因为量产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电动车推动出来的速度比较缓慢，那所以说使它在中国大陆市场这个地方的销售受到了影响，所以裕日车对于裕隆的贡献获利就下滑了。下滑以后呢，那目前来讲转投资收益最大的就是持股50% 的那个裕隆，它早期就是做所谓的汽车贷款的那个业务为主。那对裕隆的获利的贡献度呢，近年来随着租赁业的表现是稳定的成长，但是2022年这个地方呢，它的转投资事业这个地方有受到伤害，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有转投资17.8的新安东京产险，大家也知道防疫险的原因让国内的产险公司都受到一个比较巨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那个新安东京在使裕隆这个地方就亏损了82亿。那到了2023年第一季还是会有影响，但是到了第二季开始的话，那个影响就比较小了。那整个就是说转投资获利这个地方就收益影响就会相对比较有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下土地资产的部分。裕隆最引人注目就是在裕隆城的部分，它的商场预计在2023年的第3季就营运。那这块地呢，它是占地6500平的商办。那裕隆是用出租的方式哈，所以说在2024年，如果我们来看以后每年的固定租金收益，大概就有4亿元，可以稳定的贡献裕隆的获利。那它旁边呢还有一块住宅用地，土地面积7500平。那这部分呢，裕隆还没有对外尚无固定的规划。那光用树地算它的潜在价值呢，那我们这边是用极保守的价值，就是一坪树地是200万元估算。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这块200万的这个价钱是真的非常非常保守的价钱。用这样去估算的话，那土地的资产价值就是这一块还没有盖起来的，每股贡献至少15块钱。那都还没有去算它商办那块哦。那像它商办那块，它只盖了8层楼，如果用了10年、20年之后，它可以拆掉再重建住商的办公大楼的话，那潜在收益更高。那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它到了去年底的时候，每股净值就高达了48.5元。那这个地方光其中的一块土地贡献价值就15元以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每股净值可以再往上加多少钱。那至于大家认为合理的股价净值比是多少的话，可以用过去的历史区间去查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它的财务分析的部分哈。首先我们跟大家讲的也是一样哈，比较不同的产业，我们就用 ROE 来比较。那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用税后纯益去除以股东权益，也可以把它切开分成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以及权益乘数这3个去看它。那我们从裕隆公司这边来看的话，我想2022年的亏损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就是东京产险这个地方所造成的亏损，所以让它的 ROE 这个地方也变成的负数，然后税后纯益率这个地方也是负数。那在所谓的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变化并不大。那接下去呢，我们看它2022年的地方虽然是亏损的，但是在2023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EPS 部分因为租金收益的贡献。